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7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谈呢，中共他发表了一个新冠疫情的白皮书，加上呢，中共呢现在拉拢了这个世界上所谓77国集团来集体挺世卫组织。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在调查世卫组织，也就是中美之间他们互相现在在国际上出手的这个力度都是针对对方的。那么我们就看针对对方以后，中共他是怎么出牌，美国是怎么出牌，中美后面的这个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共即将要展开的各种清算，美国是如何展开的，中共又是利用哪些它的优势，现在开始对美国发起不断的进攻的。那么中共呢，就是在6月7号北京时间的礼拜天，由中共外交部的副部长叫马朝旭，他呢宣布了向77个所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呢暂停免除他们的债务偿还。这也就是中共他多年来他给非洲以及马朝旭公布的这77个所谓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很多都是落后国家了，以非洲为主了，就这些国家都是中共的盟友。中共呢是拉拢了这77国集团。那么这77国集团，中共拿什么拉拢呢？大家都知道，就是给钱哇！中共除了给钱，中共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中共就是用大把的银子去拉拢了这77国集团，然后给了他们巨大的这个金钱资助、物质资助之后，然后这些人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面就帮助中共一起去攻击美国，一起去对抗美国了。那么中共现在就出台了一个新的这个政策，也就是给这77国集团给他们减免债务，也就是不用还。现在不还，以后还不还以后再说。也就是说，这个债你欠的，因为呢，如果现在就把你免除了呢，你可能就不跟着中共一起去反美了。现在要求你去反美，那么呢，也就是说，你的那个钱呢，暂时不用还，你只要跟我反美，反美我们暂时就不用还了。这样77国集团就跟着中共一起反美了，也就是他们一起和中共一起发表了一个77国集团和中国的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呢，就是挺世卫。坚决挺世卫组织，也就是美国，他知道美国现在在调查世卫组织啊。美国现在已经明确就说了，川普总统给谭德赛只有30天时间，让他在30天时间里面拿出切实改善对世卫组织里面的重大改善。如果没有的话，美国就退了。美国一退，就很可能带领着西方的很多发达国家全退了。大家都退了以后，让谁给世卫组织交钱啊？没有人交钱，交钱的都是发达国家。这些穷国家哪个拿钱啊？就是中国在他们里面是老大，中国一年也就给世卫组织拿几千万美元啊，根本不够谭德赛一个人吃喝花销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谭德赛是希望拉住世界上那些有钱的国家，这些人还能停留在世卫组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一个数量级的人数的这个国家来挺世卫组织啊。那么中共就干了这个事儿，中共就免掉了77个国家的债务，然后这77个国家跟中国一起去挺世卫集团。世卫集团从人数上来讲，他希望在投票的时候大家能够支持谭德赛，而且谭德赛知道他是过不了美国这一关的。第一个，川普总统要求他30天之内做出重大改善，而这些重大改善都是针对要打击中共的。谭德赛敢打击中共吗？谭德赛拿的每一分钱都是中共给他的。谭德赛跟中共的所有的黑色的勾当，都将在这一次美国调查世卫组织会水落石出的。所以谭德赛他是不可能现在敢去打击中共，他现在只敢一门心思的投靠中共。这是谭德赛目前的政策。谭德赛现在已经花言巧语说的好听的很啊，他在国际很多场合上发表谈话，首先是说什么美国很好，他拉拢美国，他向美国跌软，我们过去一直跟美国合作，美国的世卫组织支持很大。首先呢，他讨好了美国，夸奖了美国。其次呢，就对他曾经在今年1、2月份中国武汉疫情严重爆发，那时候隐瞒疫情的时候，他还不断地夸赞中国。他对这些问题呢，他现在变成了新的托词。他说我们那时候不断地夸中国，说中国好嘛，主要是想跟他们套取他们的资料啊。我们讲他们好，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到他们国家实际上发生的整个武汉疫情的各种真实的资料啊。他变成他讨好中国、夸赞中国，是为了套中国的资料。你觉得就凭你谭德赛那个猪脑子，你能套得过中国人吗？你能从中国人手上套到资料吗？别说是你谭德赛，实际上就是中共指挥的一个棋子，就是习近平豢养的一条猎狗。你还能有机会跟你的组织是要到资料？你的组织给你什么资料就什么资料，黑的叫你说成白的，你就得说成白的，你还敢去拿什么资料呢？所以谭德赛这些说法都是自欺欺人而已。但是中共是配合他，中共一是需要通过免除世界上那些穷的那些不发达国家，中共给他们的各种资金支持，通过免除他们的债务，捆绑这77国，然后跟着中共一起去发声明
挺世卫组织，因为中共是绝对不能吃了世卫的。没有世卫组织为中共在外面做挡箭牌，可以讲整个这个武汉疫情根本就拖不到今天。美国和欧洲各个受伤害的国家早就找中共算账了，现在只是先找世卫，通过世卫调查说世卫跟中共之间的勾结，然后找出里面的内幕以后，一个一个来清算。世卫组织的官员跑不掉，中共的官员也跑不掉。这是美国他现在对世卫组织对中国清算的一个步骤，就是先清算世卫组织。中共很清楚啊，所以中共要在美国清算中共之前，现在美国还在调查世卫组织这个状态，中共呢就急于向全世界表明他的新冠疫情做得怎么好。也同样是6月7号，也就是礼拜天的这一天，中国国务院呢发表了一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的一个白皮书。这个白皮书一共60多页，有3.7万多字，但是整个这个白皮书通篇都是自我表扬啊，就是中国做得怎么好，中国领导的怎么努力，中国对全世界支持多么大，你们全世界受到的灾情都是你们没有照抄中国的作业，没有向中国交学费，所以你们必然要付出这种代价。而你看我们国家组织的多么好，所以整个这个白皮书啊，3.7万字，从头到尾都是自我表扬、自我夸奖。对整个新冠疫情最初爆发和这个疫情里面爆发完全能够控制，他们没有控制的重大的罪责，他们一个字都不提。吹哨人李文亮的名字他们没有提，最早发现这个疫情的8个那个吹哨人名字就更不可能出现了。所以说呢，在今天中共仍然顽固的坚持，他们当时定这8个吹哨人说他们是造谣，他们仍然坚持这个结论。只不过李文亮是因为后来李文亮死了，他们把李文亮视为英雄，他们肯定了李文亮在整个防击疫情里面做出的贡献，因为人家生命都付出了嘛，人家是死在自己战斗岗位上面嘛。他就不提李文亮当初他们吹哨，中央电视台对他们滚动批判的这个事他们就不提了。白皮书里面从头到尾就是夸奖中国政府，夸奖武汉政府，夸奖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里面做得如何好，你们全世界做得那么差，你们死人那么多，都是你们没有照抄中国的作业。在这个里面最主要是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了不起，习近平领导的好。整个白皮书里面，习近平的名字一共出现过48次，都是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他部署、他指挥的这个中国，可以讲现在离崩溃还差最后一步。为什么现在给习近平说他是总加速师啊？这个总加速师这个名字没有白起啊！共产党即将走向崩溃，即将走向灭亡，都是习近平在不断的加速。整个新冠疫情可以讲就是中国共产党灭亡和崩溃的一个催化剂。所以面对着中共他这种无耻，第一个率领着70多个国家来挺世卫，第二个又公布了一个白皮书，为自己脸上贴金，把中国自己夸得一朵花，然后对全世界人家抗疫的成绩都进行否定的这个事啊，国际社会是感觉到相当的恶心。可以讲，蓬佩奥他就在最近这2天的发言里面就明确就说过，中共现在实际上就等于当今的纳粹，与当年的希特勒没有什么区别。2战的时候，美国为了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他们抗击纳粹最有代表性的标志就是美国参与的诺曼底登陆，也就是通过诺曼底登陆以后，美军和联军最终消灭了德国纳粹。那么今天的中共可以讲就跟当年的纳粹无异，同样也是为了剥夺人民的自由，梦想的称霸全球。因此一场新的拦截中共纳粹的战争已经打响。所以说蓬佩奥要求全世界人民都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现在就等同于纳粹，中共就等于红色的共产主义纳粹，然后对全世界再进行扩张。那么美国毫无疑问来讲，会率领着全世界人民最终战胜纳粹，打败中国这个红色的共产主义的邪恶集团。这是美国现在表达他的态度。中共知道打击是很快要到的，所以中共呢，他就选择呢很多呢代理人，你包括韩国瑜，这不是中共选择的吗？中共选择谁？你觉得这个人能成功吗？韩国瑜到了自己高雄人民93万张票来投票，要求罢免他。到了这个罢免已经完全定局的时候，韩国瑜嘴僵了。韩国瑜说，高雄市有130多万人没出来投票啊，他要感谢这些人啊，好像这130多万人都是支持你韩国瑜的，支持你韩国瑜为什么不出来投票？如果支持你韩国瑜都出来投票，这130多万加上现在投票就有2万多支持你，你不也搞到130多万的多数支持吗？虽然罢免的这个结局是改变不掉的了，因为有90多万人要求罢免你，你必然被罢免。但是你韩国瑜，你既然讲有那么多人支持你，这些人为什么不出来啊？也就是这些人根本不屑你韩国瑜当市长还是不当市长，没有心思参与，你当也罢，你不当也罢，因为没有人听你去吹牛。而愿意罢免你的人，这90多万高雄人民已经用他们的投票决定你韩国瑜狼狈的下场。
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啊！韩国瑜之所以讲高雄有130多万人支持他，就是他自己自说自话，拿什么证明呢？130多万人都支持他，支持他就应该过来参与投票，投赞成他的票。那为什么没有啊？所以说呢，韩国瑜呢，他就是中央党校毕业，就是北京大学中共培养的，因此他培养出来的，他就是中共的伪光正的逻辑，中国共产党的逻辑，领袖永远是伪光正的。他韩国瑜即使今天被高雄人民罢免了，他韩国瑜还认为他是正确的，还有130多万。高雄人民没出来投票的，他认为那130多万人都是支持他，他就在那个地方意淫，完全就是一种痴人说梦啊！韩国瑜，你真的不知道，你这一次被罢选，不就是共产党帮助的吗？是共产党帮助高雄人民一起要来罢免你啊！你不相信吗？无数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中共挺谁，谁就是垃圾堆。相信共产党，跑步就火葬场。你看，罢免韩国瑜的前一天，韩国瑜是6月6号当地时间被罢免的，也就是6月5号星期五。中共的人民日报，他就在星期五还刊发了一个长篇文章，在这个长篇文章里面赞赏韩国瑜，说他政绩不错，说他做得好。这人民日报一挺，就把韩国瑜把他挺到被罢选的这个市长的地位上了。因为人民日报不挺呢，可能很多人呢还会有一些犹豫，觉得韩国瑜虽然做的不是很好，不一定是中共支持的吧？那人民日报已经公开说了，韩国瑜做得好，那么毫无疑问，你100%是中共支持了。而冲着人家反对中共，冲着人家知道中共是一个邪恶的政党，冲着中共在背后支持你韩国瑜，高雄人民就一定要把你们选掉了。所以说结果大家就看到了，中共礼拜五挺韩国瑜，韩国瑜礼拜六就被高雄人民罢免了。韩国瑜不过是中共的一个棋子啊，可以讲中共随时可以把这个棋子丢弃。今天韩国瑜败选以后，中共就不可能再把你韩国瑜当回事了，你韩国瑜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你忽悠谁也忽悠不到了，台湾人民你忽悠不到了，国民党你忽悠不到了，共产党也不需要你来忽悠了，因为你没有政治价值了嘛，因为你韩国瑜已经失去了所有利用的价值。中共在任何时候，中共只要感觉到他能够乘人之危，能够有利用价值的，他就大肆炒作。华春莹他专门发了英文推特，针对美国这个黑人死亡的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件事，华春莹说他不能够呼吸了。针对华春莹他不断地去炒作，以及中国外交部不断地炒作美国黑人弗洛伊德死亡的这件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6号发表了声明，他说中共正在对美国非裔人士弗洛伊德的死亡，这个悲剧的死亡加以无情的利用，以证明他们自己的独裁统治和中共随意剥夺中国人有尊严的生活的合理性。也就是蓬佩奥对华春莹讲的话嗤之以鼻。中共现在就不断地利用弗洛伊德的死嘛，说是弗洛伊德这个死，美国是怎么去打击陷害黑人。其实弗洛伊德他的尸检报告是出来的，尸检报告里面证明弗洛伊德的死亡有很多其他的原因。第一个，弗洛伊德可以讲更加能够证明他是中共把他杀死的。首先，他身上含有的这个芬太尼的这个浓度啊，已经达到了可以致死人死亡的那个系数的4倍，也就是这个人身上长期服食芬太尼，他中毒很深。第二个，这个人吸食大麻。第三个，这个人有心脏病。第四个，最重要的，他身上检测这个武汉病毒啊，它是阳性，也就是他既含有中国输送的这个武汉病毒，他是阳性携带者，同时这个人又吸食了大量的芬太尼，也就是这个人的毒品在身上积聚的很多，那么他本身又有心脏病，加上警察对他的这个粗暴执法，导致他一直卧在地下，警察的这个膝盖压住他的动脉，对他整个本身的血液循环和呼吸肯定是受到一定影响的。我丝毫不认为这个尸检报告上面认定弗洛伊德有很多毛病，那么弗洛伊德这次死亡跟警察就没关系了。警察的这个粗暴执法，即使是弗洛伊德没有死，警察这种执法都是有问题的。更何况这个警察是由于他直接执法，他的膝盖压住了弗洛伊德的颈动脉，导致了弗洛伊德在送医院以后不到1小时就死亡了。这个警察的责任是逃不掉的。但是弗洛伊德他本身确确实实是受了中国很大很大的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实际上是害死弗洛伊德的一个罪魁祸首。首先，芬太尼都是中共向美国大量的输送的话，如果不是弗洛伊德长期服食中国输送过来的芬太尼，他的血液里面不会有那么多毒的话，他可能那天也不一定死。第二个是中共扩散的这个武汉病毒，是武汉病毒到达了美国以后，然后弗洛伊德因为他身患这个病毒，而他自己本人没有去检测，他本人并不知道他已经患上了这个武汉病毒，他是阳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病毒在他身体里面继续的产生各种毒素，也是导致他死亡的一个原因。实际上他身上死亡的几个原因里面，其中有2个都是中国输送的。华春莹还不能呼吸，我告诉你啊，他就是华春莹害死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蓬佩奥对华春莹讲的这个话就义正辞严的给了他驳斥。蓬佩奥反击华春莹就明确说，美国的民主体制和中共的专制体制是根本就有着天差地别的区别的。在中国，无论是当年的6·4的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者，还是香港爆发的香港的反送中的这些和平抗议者，中共要么是在6·4天安门广场上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对和平抗议者直接屠杀，要么就是派出恶警和黑警在香港街头对香港的和平示威者对他们粗暴的执法无情的打压，把他们抓到中国的监狱里面酷刑折磨。可以这样讲，中国和美国怎么比？但是在美国无论是哪一个州，还是美国的联邦执法人员，都会对那些如果破坏了警察纪律，如果警察他执法犯法的人，都会对他们进行依法的审判。美国是支持任何一个和平抗议者的，但是美国必须制止抢劫和暴力。任何美国人民根据美国宪法行使的权利，美国政府都会保护所有人的财产和他们的自由。美国的媒体是可以自由全面的报道各类抗议事件，让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中国人吗？中国对任何一个新闻报道的工作者，如果不是按照党媒统一口径的报道的这个人，你就会被消失啊。蓬佩奥的声明里面特别说到，在中国，医生或者记者对新出现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他们这个疾病哪怕是在他们小范围的医生范围之内的一个学术讨论，中共都会把他们定罪，中共都说他们是造谣传谣，中共的央视都会滚动播出他们造谣，对他们进行批判，要求他们晋升，甚至让他们消失。中共对武汉疫情整个发生之后的在中国的死亡数据和疫情的严重程度，都是对全世界进行隐瞒的。而在美国呢，美国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建立了透明的医疗系统，对病人进行救治，并且为寻找疾病全球大流行的解决方案提供大量的资金。美国资助全球用于健康事业方面的这个资金，它这个提供资金的幅度高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就是蓬佩奥他在发表声明里面明确就说，你不要华春莹你拿来跟美国比，你利用弗洛伊德的死你来嘲笑美国，你的制度跟美国比差了远了去了。美国是公开透明的，中国是黑恶肮脏的，你的警察是杀人打人的，打完人以后你这个警察可以逍遥法外的。美国的警察如果粗暴执法是被控上法庭的。所以说这拿什么比啊？可以讲，现在香港已经被中共出台这个国安法，已经把人家香港人已经逼到墙角。目前来讲，美国是一定会帮助香港人民的。当年黄雀救学子，今天谁来救黄雀？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英国已经出手了，英国已经宣布要给300万香港民众给他们英国 BNN 护照，允许他们移民到英国，在英国定居。这是英国给出300万香港人的出路。那么加拿大宣布至少可以保证给100到150万。刚魁北克省就安排了50万，那么加拿大其他省至少我认为可以再接受个50到100万，也就是加拿大至少可以给香港提供100到150万的他们移民定居的这个机会。那么香港一共750万人，英国解决了300万，加拿大如果解决了150万，还剩300万。美国现在已经明确提出了，美国参议员考特就讲，我们一定要帮助香港，我们要把香港的这部分民众让他们移民到美国来。我们那么多年接受了那么多大量来自全球各地的各种难民，那些难民比香港民众的素质低多了，比他们贫穷多了，美国都照顾他们。而香港这么高素质的民众，可以讲香港民众除了他们个人道德素质品质很高，同时香港很多民众一点都不穷。因此来讲，可以讲美国是欢迎这批相对富裕的香港民众进入美国的，也就是说美国至少也可以给香港提供个200到300万。可以讲光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就基本上可以把香港民众全部分掉了。也就是你中共最后你逼退香港，香港民众到了这几个国家以后照样能够团结起来，海外华人的力量就更大了。那时候在海外组建一个流亡政府，推翻你共产党的条件就更成熟了。可以讲共产党是制造仇恨，制造仇恨以后，然后把这些人硬逼到他的对立面。那好，我们欢迎这些香港人。当这些香港人他们都来到全球各地以后，那么英国也好，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这些英联邦的国家和美国共同组织的全球反共的联盟，就一定最终能把共产党铲除。我觉得这一天，我是希望他早一点到来。你共产党你逼吧，可以这样讲的话，你共产党逼迫最终的结果，也就是共产党你垮台的更快。当然了，中共他是不在乎的，他是耍流氓，他无所谓啊，他强推他的国安法，他认为你美国不支持，英国不支持，有人支持我啊。你看路透社就说，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在星期五晚上就跟习近平通了电话，在电话里面表示他是关注到了国安法，
但是他支持中共，支持中共在香港的一国两制，也就是马克龙到今天都仍然认为中共在香港是一国两制，支持中共在香港推行的一国两制制度。马克龙是支持中共的，默克尔也是支持中共的，所以说习近平他很得意啊，在欧洲几个大国，除了你英国之外，别的都支持我吗？德国支持吗？法国支持吗？欧盟主要是德国在控制，主要是德国和法国在欧盟产生最大的领导作用，而且这两个国家也是欧洲 GDP 最高的其中之一。因此这两个国家他们率先支持中共，中共就觉得欧盟搞定了哇，所以说中共现在对欧盟是搞定，对加拿大是下，因为对加拿大他们不断的吓唬，他们觉得他们用恐吓的方法能够吓唬加拿大，他们抓人家加拿大的人质嘛，然后不买人家加拿大的农产品，不买人家加拿大的能源产品嘛，然后利用孟晚舟的事情对加拿大狠狠的打击嘛，拼命的吓唬别人嘛，这是中共对加拿大的政策。对澳大利亚，中共是冷淡，对澳大利亚是采取不买他们的东西，然后不让他们去旅游，然后断掉澳大利亚跟中国的这个留学交流，不让中国留学生再到澳大利亚去上学，断掉澳大利亚在中国留学生上面的这一块的收益。中共就是这样，他对澳大利亚是冷落，对加拿大是吓唬，对欧盟是拉拢，然后对美国是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他觉得他是成功的。但是我告诉你讲，中共成功不成功，你一定看中共现在国内，他现在在国内已经到了什么状态。中共现在搞地摊经济，你觉得中共已经恢复到40年前，已经开始再摆地摊了，你觉得他还能成功吗？他的经济上已经失败到什么地步啊？他现在不得不用地摊经济来救市啊！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摆地摊能救什么事啊？我告诉你讲，中共摆地摊，他有他摆地摊的这个道理的。中共摆地摊，首先他是让很多失望的人、很多失业的人、很多这一次一过了疫情以后想找工作找不到的这些流离失所、无所事事的人，要给你们找一个你们自己感觉到能赚钱的地方。摆地摊至少是能赚到钱吧，至少让你现在摆个地摊，很可能能够通过摆地摊还能有些收入。所以第一，他要缓解民众的情绪，让大规模的下岗人员，让大规模的失业人员，让今年高校的毕业生的800多万毕业生，至少要有个500万，都让你们先把地摊摆起来。把地摊一摆起来，至少让韭菜们感觉到通过摆地摊还能赚钱，还能活下去，这是第一步。第二个，所有的地摊它都不像是电商，它是必须先存货的。人家电商是可以，你下了单以后，人家再拿货，再把货发给你。而你摆地摊的人，你得先把工厂里面的货买到你们家，你得有点库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达到什么呢？达到韭菜们把他们自己最后一点积蓄都拿去进他们的库存，进他们地摊的库存。这样也就是说，工厂里面的存货就消掉了嘛。也就是大量的工厂的存货，本来开工以后又没有人上班，存货又卖不掉，在这种情况下，老板手上都没资金，大家都要死。现在你们摆地摊了，地摊就要进货，进货老板就可以出库存，出库存就可以有一部分资金回笼，这是对工厂来讲。那么这一部分资金回笼了以后，也就是工厂有了资金以后，工厂就可以开始招工，开始生产。那么他招工生产的话，他请来的这些工人一定是给的工价极低的，因为现在就这个经济形势，你要想上班有班上就不错的了，所以呢，你只可能愿意上班的，只能用极低的工价来到单位里面去打工。这是指工厂，它由于出掉了存货，它现在开工，它可以再招收一批这个招工人员，这样也就是说市场上就开始流动了，开始盘活了，也就是工厂的库存出掉了，新招的工人来了，生产又开始了。那么那些摆地摊的那些人，他进了货的人呢？进了货的货肯定是卖不掉的，卖不掉的这些货最终就会当垃圾处理。也就是目前来讲，所有工厂里面的存货，通过摆地摊的方式把它化整为零，化到了所有摆地摊的每个个体身上。这些韭菜们把自己最后一点积蓄买了库存以后，然后最终卖不掉这些，就把它当垃圾扔掉。扔掉以后呢，韭菜们怎么办呢？韭菜们只能上班了，因为你摆地摊也不成功啊。现在工厂开始招工了，那么最终的结果也就是韭菜们又有班上了，但是他们上班的结果，也就是他们拿到比过去更低的钱，也就是这个社会循环最终一圈，也就变成了所有上班的人用更低的工价开始打工了，而一切其他的都没有变。这就是地摊经济吗？中共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恢复它的经济，它没有别的办法嘛。也就是中国的韭菜永远是共产党他耍弄的，共产党一茬一茬的韭菜割完了，最终没办法了，总是要在你们韭菜身上去找出共产党盘活的机会。共产党不就这样吗？他可以这样一边在国内愚弄韭菜，一边用这种地摊经济的方式来救这些韭菜，同时共产党在外面大言不惭。共产党已经收购了全球的所有的海外媒体啊，海外的媒体去造谣，他从来就不考虑他造谣要不要符合事实的。欧洲时报就发表了文章说，香港有3000万人支持国安法。
那个香港的总人口一共才750万，从哪个地方凑出有3000万人来支持国安法？他的意思，香港人民全部支持国安法，全部支持也只有750万，3000万哪来的呢？另外的2250万都是你中共这些达官贵人的私生子偷偷藏了香港的这个身份的，然后代表香港来投票，一投就投这3000万张票啊！香港有3000万人嘛，所以中共他撒谎，他从来不要考虑逻辑，从来不要考虑他讲话他有没有根据，这个根据能不能值得人们推敲。中共不要讲了，中共就愚民，就告诉你大部分支持我们香港国安法，大家都支持，香港把人全部杀死也支持，共产党想怎么统治就怎么统治，因为韭菜们用货。共产党就这个话，共产党就是伪光正，共产党就是看到别人就不能呼吸。那个华盛顿看到美国黑人死他就不能呼吸，他要利用美国黑人死的这个问题，指责美国这个国家管理怎么混乱，美国怎么差，然后他就表示我们中国管理的最好，我们的专制统治是最好的制度，所有人民都拥护我们。香港只有750万人，都能够变成有3000万人支持香港，那中国有14亿人民，他可以讲中国有40亿人支持中国共产党。所以中共的谎言他是不要逻辑的，他想怎么讲怎么讲，但是这个谎言的背后就是他崩盘的前提。你觉得中共这个谎言他还能继续走多远吗？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